各位好，那我们今天会为大家来分享慢性伤口外用药台湾临床运用经验的分享。我是黄维德主治医师现在是在中国附医台北分院跟台中总院的中医伤科当主治医师。那我本身是台湾扶正医学会的候补理事然后也有参加中华民国伤口医学学会的会员。那之前有在本院以及彰化秀传的整形外科、皮肤科，还有前瞻伤口医学部进修，所以对伤口是治疗上是比较有经验的。那今天来为大家做一些经验的分享。那我们今天的大纲主要分成这5项第一个是会先了解一下现在伤口整个它的流行病学，那以及现在比较现代的伤口的评估方法。然后以及我们接下来就会稍微谈一下我们中医在伤口外用药有哪一些，然后怎么制备，那它使用时机是什么，然后最后面再会讲一下你用了这些药，那你要怎么换药才会对患者比较好。那最后面会分享一些案例好，那么先来看一下第一个项目伤口的流行病学。那我们在2017年到2016年这个10年的成长趋势来看那这些都是我们在世界各国比较常见的一些伤口那可以看到标红的部分是它的盛行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趋势是有在增长的那可以看到说前面3个项目，第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溃疡，第二个是压迫性溃疡，像一些褥疮啦、压疮啊，就是压迫性的溃疡。那第3个是静脉溃疡，像是有些老人家他下肢的静脉它发炎以后容易出现溃疡现象。那前面3个呢都是比较偏向是慢性的伤口，那后面2个撕裂伤啊或烧烫伤比较是急性的伤口。那可以看到说我们其实现在在这10年内其实慢性的伤口它的成长趋势也是比较高的虽然我们人类的社会越来越文明，但不代表说我们的伤口处理是越来越好那所以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说我们伤口要去怎么处理。等一下先讲一下伤口的评估的现在的方法现在比较常用的会用在伤口三角部分。伤口三角分成伤口床伤口边缘以及伤口周边的皮肤。伤口床呢，你要看它伤口本身有没有一些肉芽组织的真相，就是它本身它的好的组织还有哪一些。那同时我们要去找一些它有些已经死亡啦，或是没有活性的组织，要去把它做清除，然后控制它渗出液的程度和减少伤口中的生物负载，像是细菌和霉菌。那再来是伤口边缘。那伤口边缘的话，我们一些伤口它在边缘下面会有一些浅形的隧道所以我们要去减少这些浅形的死腔啊，那或是它的边缘它的皮肤它增厚或是卷边，那它会造成它上皮它在增生上的困难。所以我们要对这些皮稍微做一下清创，或是要改善它这个渗出液避免说它伤口边缘太过于潮湿，甚至造成感染的现象。然后管理它，减少它伤口愈合障碍，这样静置的风险降到最低然后再来是伤口周围的皮肤，你皮肤太干燥或是太潮湿都会影响到伤口的愈合，所以我们要去补充它干燥皮肤的水分，也要它减少说它的渗出液像是有些尿液或者汗液都要尽量的去减少，尽可能减少它周边的皮肤的伤害，让它的伤口不要再继续扩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要怎么去辨识跟评估。第一个是伤口床不管是哪样的伤口，你刚开始在去做病历记录的时候，都要去记录它伤口的尺寸它的长宽高高也就是说深度那它还有它的组织类型，然后记录说它发现的组织它有哪些类型，还有它的百分比像第一张图，它就是坏死的组织可以看到它这个左脚的第2到第4指都已经坏死都黑掉了。那我们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来是腐肉可以看到这伤口上面有黄黄的一层这些都是它的生物膜。然后像这些都是死掉的皮，要把它记录下来。那再来是如果它伤口比较好，或是还有一些比较有活性的组织，像是肉芽可以看到那个伤口的比较粉红鲜红色的肉，这个就是已经有在长的肉芽，你要把它记录下来。再来是最后面是上皮化，
可以看到这个伤口边缘，往伤口这边的皮有些白白的，这是已经它开始在长新的皮，那已经在上皮化。然后把它记录它的百分比，也有长了多少。你上皮有多少，肉要几趴，坏死的部分有几趴，然后我们就可以制定说我们要介入的方法的策略还有时机。那伤口床的话，你还要再记录说伤口它本身的渗出液它的程度和类型那程度上会分成说，这个液体它渗出的量是干燥啦，还是低、中、高？那类型的话，就是这个液体它本身是薄薄的水状物呢，还是很浓稠，或者是有颜色的，好像化脓的有黄啊、黄色、棕色或绿色，或是它有伴随一些血水像是粉红色或红色。再来，我们伤口常常会因为它暴露在外面的环境常常会有一些感染的问题，所以这些征象和症状要把它记录下来。第一个就是常见的在局部上有没有疼痛的增加那我们国际上常用的就是用 VAS score 你可以记录说它从几分到几分，或者是它有没有一些新发病的疼痛就刚开始疼痛这样子，那你就记录第一次的 VAS score， 然后再来看它这个伤口本身有没有红啊，有没有肿有没有热，那它渗出液有没有增加，或者伤口愈合是比较慢的我们像我们定义说慢性伤口是要3个月以上然后已经有延迟性的愈合，那或是它的肉芽组织在换药的时候稍微碰一下它就破掉了或是会有出血的状况，就比较脆弱这有可能也是有感染的现象。那伤口如果它味道比较臭这个也是有可能像有一些像那个绿脓杆菌啊那些的伤口都会比较臭，你要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再来是伤口本身有没有一些空腔像刚才讲到的一些隧道什么。那第二个是弥漫性全身性就是它也有可能是它已经走到血管然后或是它的感染有比较多的地方，然后不一定在伤口的，你要把它记录下来。相对于局部感染还有一些全身性的红斑的增加或者是它全身有发热的现象，或是有一些脓肿啦、脓液从其他地方渗出来，或者是伤口已经有裂开往四周围分布去裂开的现象，那或者是蜂窝性组织炎整个下肢啊整个红肿起来，或者全身不适的症状，像有些如果败血症，它可能已经开始神志不清那这些都要把它记录下来。那再来是 WBC 技术增加，如果它刚好抽血也可以看它这个白血球有没有增加，或是一些观察一些发炎指数，虽然这边没有写到，也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再来是淋巴炎摸它的下肢的周围的淋巴球位置或者是它的手腋下啦，或者是胯下部分，看看有没有肿起来的情况这些都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就可以判断说它伤口层的感染的状况再来谈到伤口边缘，那我们在愈合过程中上皮它必须要去做迁移，才可以盖住整个伤口床然后去覆盖以后，它才是算完整的愈合。所以我们为了要让它迁移，那伤口边缘它必须要湿润、完整，而且要连接伤口基部跟伤口基部同高所以它的条件其实是有一些比较严苛的你不能太湿，又不能太干。那你也要跟它同高你肉芽不能太多，那旁边的皮也不能太硬，所以我们都要记录说，现在它的整个皮的伤口边缘的状况OK， 那我们会有几点第一个看它伤口边缘是不是有静置是不是太湿，然后是第二个脱水甚至是太干，第三个是它有没有跟基部同高，有隧道有前行。那隧道要怎么记录？你可以拿棉枝插到隧道里面，然后看看它的那个深度它的长度有多少，然后以及你要记录说它是在哪个方向，像是我们患者的话，你就以他头部当做12点钟方向，你插进去以后，然后看它是在哪里。像我们这张图就是12点钟3公分。那第4张是卷边有些有些伤口边缘它的皮肤会增厚，增厚以后它的皮就很难去做覆盖，那会造成它伤口愈合比较困难。那我们会考虑说要用什么东西把它去软化再来是伤口周围的皮肤，那你伤口周边的皮肤如果它状况不好了，也会让它伤口愈合变比较慢，甚至扩大那我们要去怎么做记录呢？我们以第1张为例子这个伤口边缘的皮肤它非常湿那它湿的范围多少？那我们可能会从它的伤口边缘到伤口
周围的皮肤整个它的范围都把它记录下来。比如说第一张，它可能就是1到4公分哦，距离伤口1到4公分都有静置的现象，那你就把它记录在你的病历里面。再来是第二张是过度角化哈，旁边的皮它太硬了哈，那造成说它整个张力太强，那这个伤口就会变比较难愈合。第三张是表皮脱落哈，皮肤表面的比较容易干燥哦，然后它有脱落的现象。第四张这个是偏支哦，或者叫后茧。我们有一些患者他常常有下田啊，脚长期泡在那些湿的或者是它比较硬的或比较热的环境下哦，那个整个皮肤会长得比较多的后茧，它会造成说，它的伤口也比较难愈合。再来第五张是皮肤比较干燥哦，然后第6张就是湿疹哦，可以看到它皮肤它泡了尿布疹以后有湿疹的状况，然后这个把它记录下来。OK， 那我们现在大概有3种评估方法哈，再讲一次：伤口床、伤口边缘跟伤口周围的皮肤。那我们在慢性伤口的外用药也会针对这几点哦，来去做使用上实际的调整。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一些种类哦，外用药的种类跟它怎么制备，还有使用时机。好，先来讲一下伤口床和伤口边缘，这些会比较有相似性的，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哈。第一个药叫做金创膏，我们在台湾的话比较出名的就是这个金创膏。那它呢主要是用在外伤口，它是溃烂的，那它可以帮忙做去腐生肌哈。里面的主要成分就是儿茶、血洁、乳香、没药，还有一些冰片樟脑做穿透，然后一些基剂像是猪油、黄蜡跟面粉。那前面儿茶、血洁、乳香、没药，它除了就是可以抗菌，还有可以活血化瘀，所以对于褥疮跟糖尿病患者的伤口，还有一些末梢血循不好导致的伤口愈合不易，都有很好的疗效。那它是一种膏剂用猪油来当地基做组成，所以它对肉芽的生长是非常有帮助，尤其是那种比较干的很久的伤口，它都是蛮有帮助的。那它本身的抗菌的效果，我们拿去检验科连续3年都用同一罐同一罐的金创膏拿去做检验，然后在常温下28度去做检验的话，连续3年它都没有细菌在这里面滋生甚至还是有抗菌的效果像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甚至绿龙杆菌都有抗菌的效果。那金创膏它怎么制作呢？我们要先把乳香、没药、儿茶、樟脑、冰片跟血洁，先把它磨粉备用然后把定量的猪油加入锅中加热溶解完全，大概80度C。溶解完全以后，再把它火关到小火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大火溶完，然后换小火，然后再把这些刚才磨过的粉依照乳香、没药、儿茶、血洁依序加到油中。然后在黄蜡呢，你要在另外一个锅另外溶解，溶解完以后才可以过滤加到药油里面你不要在药油里面去溶它溶不掉那再来是搅拌均匀，熄火，待温度到50度以下以后，再加入樟脑冰片搅拌均匀以后放凉装瓶。那这是金创膏相关的论文。那但是我们金创膏在使用上，因为它比较容易让伤口比较出水，所以它肉芽会长比较快。但你要注意说，如果它伤口本身已经感染的状况已经很严重了已经流汤了就是比较潮湿了。那金创膏使用上就换药可能要多一点，或是不要用金创膏，换用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粉剂叫夫德净。那什么是夫德净？它是一种外用伤口散剂它其实是源自我们的医中金鉴，一个叫辅净生肌散那它一样是可以加强活血。那比较特别的是，它可以去收敛跟干燥比较适合分泌物多而且异味重的伤口。它跟刚才的那个金创膏比较起来它就少了一些基剂的部分，像樟脑啦、黄蜡、面粉和猪油，但多了下面这3种中药材第一个是龙骨第二个珍珠粉，第三个是三七所以看到这3个就可以大概知道它比较偏向去做收敛的部分龙骨跟珍珠粉，它里面成分有钙的成分也是比较多的那收敛跟干燥会比较好。那三七的话，还可以在活血跟止血的部分，所以有些伤口它如果还在流血，可以用这个粉来去做止血。然后伤口比较湿，比较会有感染的状况了，就可以适合用夫德净来做治疗。
那它对于深层溃烂的伤口，像褥疮、糖尿病后，还有下肢静脉溃疡，它可以去腐蚀坏死组织和促进组织再生啊。刚才有讲到的那些净创膏的成分，也是可以活血去腐的。那制作方法它比较简单哈，这样处分药材依比例分别称取备用哈，把它磨粉过筛。过200目，这边200目的意思是它的那个筛子哈，它的细度哦，像200目是算蛮细的。那我们用10cc 的点眼瓶装罐哈，每瓶6克哈。那这是傅德进的相关的论文啊，那在过去也有做一些它的基础实验以及它用在一些脑伤的患者的压疮的应用的效果都算蛮好的。那再来谈一下青珠膏哈，那我们有分，刚才有讲到几个伤口了哈，然后我们如果是比较浅层的，我们可以考虑用青珠膏来。那它的组成是清代珍珠粉、断石膏跟鬓片哦。那辅剂的话是 PEG 的2种型号的，它的硬度不一样。那临床用途上，它是用在伤口边缘，对干燥伤口的收口有很好的效果。然后愈后它伤口较无疤痕，因为我们像刚才的敷德净和这个青珠膏，它的珍珠粉的量都比较多对伤口的美白也是比较好的。那跟刚才的特色跟敷德净比起来它因为里面的成分是清代珍珠粉跟断石膏，它跟刚才前面的那些干燥的效果比起来，这个比较偏向用在比较干燥的伤口。那制作方法的话，一样是把珍珠粉、断石膏、鬓片跟清代先磨成细粉来备用，然后把适量的 PEG 依照比例放入锅中加热待溶解完全以后熄火，再把刚才磨好的粉加入溶好的 PEG 液体中，搅拌稍冷，再加入鬓片粉均匀放置冷却。好，那我们刚才在伤口床跟伤口边缘的这几个药膏，我们稍微小结一下。那当你如果伤口比较深，又比较偏干燥的伤口，那肉芽比较不会长的，你可以用金创膏来做治疗，让它肉芽长快一点。那你如果是伤口比较浅，又是干燥的，那你就用青珠膏抹在它的伤口边缘跟伤口本身，让它的伤口快收口。那如果你是伤口深或浅，但是很潮湿的话呢，建议就用敷德净让它那个伤口去做收敛，不要那么潮湿避免感染。OK， 那再来我们讲到伤口周边的皮肤，我们周边皮肤刚才就谈到几个状况那大部分都其实可以仔细来分类，就主要是伤口它周边的皮肤它可能比较干，有可能比较潮湿或比较硬。那或是有一些长疹子的状况，皮肤病的状况。那第一个，我们就先来用这个紫云膏紫云膏它的组成和临床用途它的组成就是当归、紫草、麻油跟黄蜡。它用在哪里呢？就是可以用在伤口周围皮肤有过度角化，或表皮脱落、厚茧、干燥，就比较干燥啦，皮肤比较硬的状况，可以来用紫云膏。那如果它有湿疹也可以。那但是要比较偏干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也是有一些消炎的成分，所以它可以用在一些干性的湿疹上面。那怎么制作呢？你要先把当归跟紫草它分别放到2锅，然后用麻油分半，分别倒入到2锅中。那你加盖浸泡，要泡几天，然后再将浸泡的紫草跟麻油。紫草的麻油滤到另外一锅里面因为它麻油里面已经含有很多紫草成分。那再将浸泡的当归的麻油锅加热炸煮至当归已经呈焦黄色以后，滤出麻油到紫草的渣锅就紫草它已经滤出来是紫草本身的渣锅里面。好，那再加热烧炸煮。那将炸煮过的当归跟紫草，它的麻油再把它过滤出来，与先前浸泡紫草滤出的麻油合并成一锅。我们都把这个麻油合起来就我们知道这些麻油已经含有药物成分的麻油，然后再将蜂蜡加热熔后，用另外一锅就把它蜂蜡就加热熔以后，倒入刚才那个合并好的麻油里面混匀。那趁温热液态的时候，倒入药罐中放凉。就是它的制作方法。再来讲黄连膏这是另外一个药膏。
黄连膏哦，它组成很简单哦，就黄连跟冰片，加上它的辅行剂的基剂是凡士林。那它临床用途呢，主要是用在伤口周围皮肤有发炎和湿疹的现象。哦，你如果不知道它现在是湿或是干，那你就是用黄连膏哈，它的湿疹如果有出来，那你不确定它是湿还是干的时候，就可以用黄连膏，那它对于湿疹的效果是蛮好的。那制作方法的话，就把黄连跟冰片哈依定量去磨细粉，然后过筛120目哦，这个孔是比较大，然后用烧杯称取凡士林放入烘箱中，然后80到90度 C 去做加热，是让它完全去做融化。再把磨好的细粉加入凡士林中，搅拌均匀成糊状，就可以装罐。它制作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再来是清代膏，清代膏的组成比较多哈，它有清代、石膏、滑石粉、黄柏粉跟冰片。那它的基剂是一样是凡士林哦。那这个药的话，它比较可以收湿止痒、清热解毒，然后治皮肤病。那烘中痒痛出水疹。所以，我们如果是伤口周围皮肤它比较浸润的、比较湿的，然后甚至有一些湿性的湿疹的时候，它可以用这个清代膏来做治疗。它的制作方法呢，可以只要把这些刚才讲到的断石膏、清代粉、滑石粉、黄柏粉跟冰片，先把它磨粉，然后再把基剂凡士林跟照刚才讲一样放入烘箱中80到90度 C 加热，让它完全液化，再把这些粉加入融好的凡士林液体中，那我们搅拌到稍冷以后，再加入冰片粉，搅拌均匀，并持续搅拌到成糊状，然后放冷以后装罐，这样就可以了。OK， 那我们再回过头小结一下这个我们伤口周围皮肤，那我们外用药要怎么做处理哈？那第一个，你如果有发炎，有看到这个皮肤有发炎的状况，或者它比较干。你可以考虑用紫云膏，尤其是它有皮肤角化啦，皮肤有卷变啦或硬化的状况，你就可以用紫云膏。那如果这个皮肤呢，它有发炎，又比较湿的状况，或是它本身旁边有浸润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考虑用清代膏，让它比较收湿。那如果你都不知道它是干呢还是湿，或看起来就没有干没有湿但是它还是有起疹子发炎的状况的时候，你就可以用黄连膏。这是我们伤口周围皮肤外用药的一个小节OK， 但是呢，我们用了这些药了以后，我们还要知道它要怎么换药这个伤口才比较好。你药放在上面，你没有把它清干净，它药效退了，它其实就是类似像一个培养皿一样变成是一个细菌滋生的环境所以我们换药一定要换药要注意那我们讲一下我们中医自己的问题那可能各位来自各国的，自己也有一些传统用药的问题那我们来讲一下。那以一个压疮的病人为例你可以看到第一天这个患者来我们医院是有一个臀底部的干净的压疮的伤口。那患者呢自己本身有在我们这边中医买了一些药膏，然后有做涂抹。第二天可以看到他有些涂抹药膏的现象。但到第3天的时候，伤口上面已经有长了一层膜状物已经长了一层膜状物，这是什么呢？你看第5天这个整个伤口都已经变软软羞羞都湿湿的非常恶心那层膜到底是什么？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药膏呢，就是我们医院的金创膏金创膏。刚才有讲到它其实拿去检验科送检连续送检3年。都没有菌而且还有抗菌效果。可是为什么抹到第5天的时候，就整个我可以看到很明显，就已经整个伤口都有感染的情况拿去送检，已经有一些抗药性的细菌在上面滋生了那层膜到底是什么那我们中医的困境就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这样照顾伤口会失败那层膜到底是什么其实重点就在换药上面我们大部分的慢性伤口，它含有生物膜。我们看这篇 paper 基本上就有讲到60%的慢性伤口上面含有生物膜只有一些6%的急性伤口含有生物膜有明显的差异。那整个分子生物分析就显示，在慢性伤口有不同的多微生物的菌落和细菌的存在包括极度厌氧菌。
那这段文字的意义是代表什么？就是说，我们其实在伤口本身呢，你如果要决定说它是感染的状况，其实是什么样的感染状况，其实从一刚开始就决定了。细菌它本身在我们近代研究就有发现，它有2种，它去做感染的状况，它有可能上去以后就赶快要去吃这个伤口，这是急性感染。但也有另外一种呢，把伤口表面当成快乐农场哦，它上面长一层，就刚才讲叫生物膜的伤口，它把它变成快乐农场，让它上皮没办法增生，伤口没办法愈合，它慢慢吃。但是细菌它不是说它变慢性伤口才决定它是要慢性感染，而是一刚开始它附着上去的时候，它就决定它要慢性感染了。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伤口上面它本身它附带的生物的负载，它本身就是一些慢性感染的细菌的话，如果我们的药膏上去，药效退了，好像刚才讲的金创膏，它本身是猪油做基底，你如果没有把它洗干净，你这些猪油是不是就变成类似像培养皿一样？变成培养皿一样，它让它细菌做滋生哦。那我们正常皮肤的皮下其实也含有大量的细菌哦。大家可以看到2013年这个很高分的 paper 哦，它就有提到说，你正常的手掌，跟脸的皮肤下面其实就含有很多大量的细菌哦。那如果是变成伤口呢，那这些细菌更容易做滋生哦。所以我们要注意说，我们药膏放上去了，你不要说都没有换。都没有让它都没有洗干净，让它一直残留在上面那我们在传统治疗下很多我们过去有提到说，药膏啦，用药膏、油布啦，又不碰水啦，然后会增加我们这种治疗的难度可以看到这几张伤口，就是很多患者回家就只是涂药膏，每天就涂药膏但是伤口都不洗因为医生跟他讲说不要碰水，他都不洗干净只是用生理食盐水这样抹，药膏根本就没有掉下来。最后面反而变成更伤口越来越坏的状况那这个图就是我当初在彰化秀传进修的时候，我的老师李宗勋副院长分享给我的，那这边分享给大家。那在临床上，其他西医上也是这样子这几个断指的伤口，他去做结合以后，跑到诊所换药，诊所只是帮他抹一些烫伤药膏，抹一抹以后，结果就皮肤就黑掉那就伤口就很可惜那结果要重新要截肢所以呢，我们现代的换药步骤不管是中西医其实我们现在的换药步骤都有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临床的经验分享给大家。那第一点呢，可以看到这2张图的差别左边这男生呢是淋浴的，右边呢是他是泡澡的。那如果是我们的伤口本身，那我们要怎么做清洗呢？大家要记得一定要用左边这个部分我们要做清水做冲洗。那刚才有讲到说，为什么以前都说不要碰水，等一下会讲到。那如果我们这样为什么要用冲洗？就主要是因为我们伤口本身它上面的细菌的负载，或是有一些分泌物，或是有旧的残留药膏。我们要用大量的清水去做冲洗，就像土石流或者是瀑布，或者是像海啸一样，我们就用去冲刷的，把它整个细菌给冲掉。那我们伤口感染的定义是在于细菌它如果在伤口本身每平方公分有达到10到5到8次方的聚落数的时候，它就是定义为感染。好，所以我们用清水冲洗可以很快速的把这些聚落数大部分的把它冲掉。我下面附注的这个 paper 2012年的 Cochrane 的 paper， 它就有讲到说，其实你用清水做清洗，或是用生理食盐水做清洗，那如果你的水质干净的话，其实这2者在感染上的差异是没有差异的，所以我们可以用水来做清洗。那水跟生理食盐水差别在哪里？第一个，生理食盐水它成本比较高，那通常你患者在家里或是在医院，我们其实备用的量其实没有那么多那一次洗的量不可能跟你说你去浴室拿莲蓬头这样子去冲洗的量比起来是差很多的你如果要洗干净，只用莲蓬头去做清洗干净这样会比较有效。那我们清水冲洗完伤口一定要做擦干那擦干的部分可以先用一般简单的毛巾把它做擦干，这样就可以，因为我们之后还会做消毒。那我们换药时用清水冲洗还有一些好处像是我们有些如果是血块或分泌物连在纱布上的时候，记得不要去用扯的不然有一些已经沾好皮也会跟着扯掉。
所以我们可以用清水冲洗，让它去溶解血块或组织液，让纱布比较容易脱落。那另外流动水刚才有提到哈，那可以让伤口表面的菌落数减少，好冲掉死皮和分泌物，降低感染率，促进伤口愈合。那这个是另外一种水疗技术哈，我们会先用那种双氧水让这个伤口它去做脱氧，那这些细胞组织它会很极度的渴望这些氧，那我们再用高氧的蒸馏水去冲洗伤口，它会快速的把水里面的那些氧就是吸到它的组织里面，然后整个会让整个组织快速的活化起来，那肉芽就会长很快哦。这是另外一种水疗的方法，要分享给大家。但是我们伤口你潮湿了以后一定要去做擦干因为我们水会怎样？会出现一个毛细现象因为我们伤口跟皮肤它是一个凹凸不平的多管路结构，再加上水的液体的性质，所以它碰到水后会产生毛细现象跟渗透造成伤口跟皮肤之间环境会比较潮湿，那这样细菌跟霉菌就会容易滋生所以一定要擦干。再来我们擦干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讲一下要去怎么做消毒那接下来谈一下酒精疗法。那酒精它本身它是醇类，所以它可以对脂类一些油性的或水溶性的可以做清洁，它也可以消毒那它主要是可以改变它整个细菌或者是霉菌它外面的渗透压去做杀菌的效果。那它因为还会脱水，所以会有干燥，那还有一些促进恢复的效果。因为我们的药膏常常会有一些油类的成分，像刚才讲到的金创膏，它本身就是用猪油，所以是脂类的，所以你用简单的水或甚至食盐水，其实它很难去做洗干净上面还是会抹一层油在上面，那有可能就会造成细菌感染所以我们又用药膏的话，建议每次换药要用酒精去做清洁伤口，而且必须要用涂抹的方式将溶解的药膏擦掉这样才可以有效做清洁。那你用细菌清洁的话，它可以避免细菌做滋生它可以当做溶剂，同时具备水溶性跟脂溶性，它可以清掉大部分的污物那为什么市面上的酒精清洁要用75%因为我们当细胞膜碰到高浓度的比如说90到95%酒精，它会让病毒蛋白脱水过于迅速会使它的表面的那个蛋白变太硬变成一个包膜，让酒精反而不好的渗透进去内部，会影响它的消毒能力所以我们现在75%酒精，它跟细胞的渗透压是比较接近可以使细胞表面蛋白会变性前就渗入里面使让所有的蛋白都脱水变性凝固这样要杀死它的细菌。所以建议大家都是如果有胃教授的部分，那都要建议用75%酒精才可以有效的消灭病毒。那像这个部分，我们刚才有讲到酒精可以有干燥的效果就像这几个，这是叫木乃伊化，它源自于2次世界大战我们很多军人他的脚是有那种壕沟脚比较潮湿的，那他们怎么做处理？就用大量的酒精去做涂抹，去做干燥避免说他们的脚的伤口都感染，那这个叫做 mummify， 叫木乃伊化。那我们这样做处理的话，可以避免说，伤口一直要去做截肢的动作，避免说它截肢完，你伤口又还是很大，又很容易感染，一个坏死以后又要截肢，最后面我们脚原本只有几个脚趾坏死，结果又 K 一直往上截肢到最后整个脚都被截掉。所以我们 mummify 化了以后，木乃伊化了以后，它可能它伤口坏死的部分就可以局限在某些地方，到时候它就会自己做脱落那接下来再谈到酒精的伤口恢复效果那我们除了它可以做清洁消毒了以外，它其实本身它可以去做激活 VR1 receptor 的效果，它可以让神经肽做释放包括 SP 跟 CGRP， 它可以在伤口附近造成一些炎性的环境，让血管做新生。那另外，它这个 VR receptor 会让它这个血管通透增加，所以血浆会外渗出来。所以血浆它本身有一些生长因子也可以跟着带到它这个伤口部分，所以它酒精反而还会有一些伤口的恢复效果。所以总结来讲，伤口我们如果在做清洁的话，可以建议大家用这个便宜的75%酒精，第一个做清洁，然后还可以消毒，然后如果比较潮湿，还可以做干燥，最后还有恢复的效果。但是浅层伤口的话比较浅如果我们伤口变比较浅的时候，你可以建议就用清水冲洗因为我们皮肤在比较浅层有一个真皮层，
它里面神经就比较多哦，建议就用清水冲洗，不建议用酒精消毒，不然会有一种灼烧的感觉。当然，如果伤口比较深，没有真皮层的时候，其实有些比较深的伤口它比较没有感觉，建议就用酒精来做清洁。啊，这是酒精疗法的相关文献，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大家如果要杀菌要再做更进一步的话，可以用这个叫 Darkin Therapy。哦，这个 Darkin 英国人在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有去做比较说有哪些杀菌的剂效果是比较好的。那里面它就比出来，次氯酸钠像我们以前那些漂白水，它杀菌作用是最好的然后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但是呢，因为次氯酸钠它对皮肤的刺激性比较强，所以到近代的时候，我们有把它再另外做处理把它变成次氯酸根的产物。像我们台湾的话，这个叫做全门伤口清洁抗菌，它是次氯酸水次氯酸水。但是然后美国的话是在 FDA 是1985年有 approval 那台湾要到医疗器材等级2才可以用在伤口上面因为它的浓度有差别，不能用一些一般环境用的次氯酸水必须用这种医疗器材等级2的才可以用在伤口上面。那它杀菌作用主要就是可以改变它整个细菌或霉菌它外面的渗透压，渗透压进去后，那水会进到细菌里面去把它撑爆。那使用上的话，我们会喷在伤口上，大概等30秒，它上面的菌大部分99.999%的都可以杀掉那30秒以后，因为它这个在空气中容易降解成水，那另外它在太久的话，也会对细胞是会有一些毒性所以我们在30秒会再把它擦掉，它可以搭配使用。那最后面是包扎，那我们冒性伤口，我们涂抹我们药膏了以后，那要怎么处理？我们有些人慢性伤口，其实患者他比较不会动，所以其实你涂那个贴包扎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个贴布不要贴得太死像如果一开始贴的时候可以贴类似像这样10字的，下一次贴的时候就可以换成这种 X 字的。那你原本贴10字的地方的皮肤，它就可以获得休息然后你可以照着这样转，反正就是让它的皮肤也得到休息。那我们在撕胶带的时候，它皮肤才不会跟着又破皮。OK。然后再来讲一下几个案例那这是我们90几岁糖尿病截肢伤口在其他医院处理没有很好，后来我们中医这边来做治疗那可以看到他伤口在我们治疗下慢慢的做进步那当然治疗期间其实他的糖尿病其实是控制很困难已经90几岁了。那但是治疗期间他其实都没有感染那 CRP 跟 ESR 都没有增加，反而是慢下降我们治疗期间按照这样的换药的方法，那其实都不太会感染那再来是50几岁女性她车祸上面有长了一层 Ash 卡交加是比较难愈的。然后可以看到伤口边缘伤口周边的皮肤其实都有一些过敏的现象。像他这个患者，我们一刚开始他伤口是比较干燥的，所以我们会用晶状膏涂在他的伤口上面，让他那个死皮让它脱落。那他周围本身有过敏的时候，我们会涂黄连膏来做治疗。那等到它这个皮慢慢都脱落以后，我们才让它附近再涂止晕膏，让它皮不要那么硬然后最后面伤口就愈合。那可以注意到说，我们现在这种照顾方法的话，跟过去就是不一样他一刚开始其实在其他医院就说要帮他做清创，把他这个整个挖掉但是因为他很害怕，所以来我们这边。所以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也可以让他慢慢做脱落就不用挖的伤口那么大或那么深，延缓伤口的愈合。再来这是70几岁女性的臀部的压疮那这个就是过去一些比较照顾方法上有些要调整像是她以前是一些长照的在治疗的时候，他们过去都喜欢用湿纱湿纱的去筛，但是它已经太潮湿了，所以伤口就已经感染了，但我们还是用湿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伤口，你不能太湿，也不能太干。像他这个伤口当时候来的时候就非常恶臭那我们一样是用那个先用比较干燥的方法，先帮他做酒精香疗法做处理然后要做涂抹药膏，然后附近有这些可以看到他伤口周边的皮肤都比较有发炎的情况，也是有用止晕膏跟黄连膏去做处理，然后这样伤口就愈合就蛮快的。那再来是这个是女性的压疮但是她已经被人家做清创了，所以整个治疗期间是比较长因为挖的比较宽也比较深那我们这个因为它比较干燥所以我们是用晶创膏让它肉芽去赶快做生长，然后可以看到皮肤已经开始做增生了
那到后面比较增生还是干燥的时候，我们就再换用青竹膏去做处理。然后周边的皮肤呢，有时候也是有发炎的现象哦，也是用黄连膏或紫云膏。有时候太湿的时候，也是用清代膏来做处理。那这个比较特别哈，他是糖尿病的患者哈，但刚时候有车祸，所以他跟腱有一个伤口，但是他植皮后，因为他的小腿的张力比较高，所以伤口裂开比较难愈。这个除了用外用药以外哈，我们有用针灸的方法，我们是用浮针哈。腹式 subcutaneous needling 去做处理，让它整个小腿后面的皮肤皮肤跟肌肉筋膜比较松了以后，它那个裂开的部分才慢慢整个组织会往下降，最后面才贴愈合。那这边用的话，应该是它整个皮都很干燥，所以也是用金创膏处理。那附近的皮肤是用紫云膏来做涂抹。OK。那给大家一个 take home message 哈，然后我们有伤口的时候，一开始一定要先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擦干，再来你可以用酒精做清洁消毒哈。那如果要加强的话，可以用次氯酸水做喷洒，然后再来涂抹我们药膏，依照它的状况伤口床、伤口边缘、伤口周围皮肤来选择你要的药膏，然后再来，那我们再包扎。那如果我们有学习中医的，可以用针灸，然后再开药来让它做服用。然后最后讲一下5个常见的禁忌哈。那我们伤口在感染的时候不要用补气的中药因为你补气的中药其实就是让细胞增生，那细菌也是可能会增生所以伤口感染的时候不要用补气的中药。那伤口如果潮湿的时候服用不要用活血化瘀药，像我们现在临床上西医其实有些也会，如果他的脚的伤口太潮湿，也会让他有些抗凝血剂就暂时先不要用所以你这些活血药要伤口在潮湿的时候要注意它使用的量，或甚至停用那伤口一定要洗干净，那伤口注意包扎的时候不要太紧实，那你贴的贴布啦那些不要都贴同一个地方或贴得太密那最后面伤口周边的肢体它必须要放松它才会血液循环好不要过度用力，不然它有可能再裂开OK。以上是我的分享感谢大家聆听慢性伤口外用药台湾临床应用经验分享，我是黄维德医师。